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兰香如故，但凡谭松韵拖后腿，都压不住这群角色女配。当古装剧市场陷入大 IP 加流量明星的固化模式时，兰香如故以黑马姿态闯入观众视野。这部改编自豆瓣阅读 9.2 分小说的作品，在立项阶段就因林家灭门案与丫鬟逆袭的双线叙事引发热议。原著中林家兰在23个关键节点做出的抉择，都是对封建礼教体系的精准爆破。总编剧童华在接受《影视观察》专访时如此阐释改编理念：梳着双压髻的少女提着竹篮穿过回廊，镜头特写定格在她腕间的陈旧银镯，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开场镜头，预示着林家兰沈兰香的双重身份。剧组造型指导陈敏正透露，我们为谭松韵设计了37套造型，从粗马短打到织金马面裙，每套服饰都承载着人物成长密码。在已释出的审讯室对峙片段中，沈兰香被按在刑凳上仍昂首质问林家3代忠良何罪之有的爆发式表演，让监视器后的导演郑晓龙当场落泪。这种外柔内刚的特质，恰与谭松韵在蜀锦人家中塑造的记忆英英形成镜像，前者是被动承受命运碾压的大家闺秀，后者是主动撕破黑暗的复仇者。值得注意的是，该剧采用双线并置叙事结构，现实时空的沉冤昭雪与闪回片段中的灭门惨案交织推进。这种改编既规避了原著过于沉重的悲剧基调，又为谭松韵提供了展现演技层次的舞台。在灭门夜的语戏拍摄中，她连续18次重复父亲快走的哭喊，不同层次的绝望情绪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评为教科书级别的灾难反应。李梦饰演的赵兴堂堪称古装版消失的爱人，这个表面母仪天下的皇贵妃，实则是操纵科举舞弊案的幕后黑手。在曝光的宫斗戏份中，她抚摸着孕肚说出本宫腹中可是大业的太阳，谁敢让她蒙尘时的森然冷笑，被网友截取制作成年度最瘆人表情包。叶青饰演的玉婵则带来意外惊喜。这个原著中仅出现3次的边缘角色，在改编后成为连接林府旧事的关键证人。拍摄落水戏时，他坚持不用替身，在接近0度的湖水中浸泡2小时，只为捕捉角色濒死瞬间的细微表情变化。这种敬业精神让同组演员感叹，他让玉婵从书页里的符号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郭柯宇与汤梦佳的组合打破传统主仆设定，前者饰演的神母不再是刻板慈母形象，而是手握林家密账的账房先生遗孀，后者扮演的宝盖则被赋予医女身份，在救治难民时展现的针灸特写镜头，均由专业医师现场指导完成。这种人物重塑既符合现代审美，又为权谋线注入硬核专业元素。剧集美术指导团队耗时3个月考证明代服饰制度，从6品官员的素银束带到诰命夫人的翟冠样式，均严格遵循大明会典规制。但创新之处在于将现代解构主义融入传统纹样。林家兰后期的重要服饰雪梅奥双图马面裙，其刺绣工艺采用失传的长短针技法，花瓣数量暗合林家灭门时的23条人命。这种考据式创新还体现在场景设计中，林府废墟场景搭建参考了明代徽派建筑特征，但刻意保留的13处残破梁柱，实际构成隐藏的八卦阵图。美术组解释，这些建筑伤痕既是灭门惨案的见证，也是后期破解谜题的重要线索。作为桐华女性权谋3部曲的终章，兰香如故与步步惊心长相思构成隐秘联动。细心的观众发现，剧中多次出现的漠北商队正是长相思中陈荣残部的后裔，而林锦旗书房悬挂的寒梅图落款
竟与若曦在《步步惊心》里临摹的作品相同。这种跨剧集的世界观架构，在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身上得到集中体现。这个表面铁血的兵部尚书，实为前朝皇室遗孤，其佩剑纹路与鹤唳华亭、中路文熙的簪子形成呼应。我要这天下再无冤狱的誓言，既是个体觉醒的宣言，也暗合整个权谋宇宙的核心命题。据云和数据统计，《兰香如故》未播先热，预告片72小时内播放量破亿，超越同期在拍的《庆余年2》。这种热度源自制作团队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控，既有墨雨云间式的强情节反转，又保留知否般的生活流叙事，更创新性地加入大宋题刑官式的刑侦元素。原著作者南楼在剧本研讨会上特别强调，剧集新增的5个女性互助场景，让林嘉兰的成长不再局限于个人复仇，而是展现出推动司法改革的时代力量。这种改编思路恰好契合当下观众对他力量剧集的审美期待，或许能开创古装剧类型化创作的新纪元。当行业还在争论古装剧是否已死时，《兰香如故》用扎实的剧本、精湛的表演和考究的制作证明，只要尊重观众智商，深耕文化底蕴，传统题材依然能焕发惊人生命力。正如总制片人侯洪亮所说，我们不是在重复古装剧，而是在重塑东方美学叙事的新可能。2. 顶流 CP 谭松韵、刘学义加盟《兰香如故》，宅斗权谋大戏未播先火。2025年5月7日，横店影视城《兰香如故》开机仪式现场，谭松韵与刘学义身着古装亮相这部被网友称为宅斗爽剧天花板的古装权谋剧，因选角风波、剧本爆改、顶流 CP 加盟等话题未播先火。从张新成退婚谭松韵到刘学义捡漏成男主，这场选角瓜甚至比剧情更精彩。而当重生丫鬟遇上疯批将军，权谋与爱情的拉锯战，究竟谁能笑到最后？2025年5月7日，随着腾讯视频独播剧《兰香如故》的官宣，一场关于宅斗爽剧的全民讨论瞬间引爆网络。这部改编自何燕山高分小说《兰香园》的古装剧，不仅以大学士府千金重生逆袭的剧情吸引眼球，更因谭松韵与刘学义的顶流组合、同华编剧加持、选角瓜频出等话题，成为今夏最值得期待的爆款预定。重生丫鬟与疯批将军，宅斗权谋的极致碰撞。兰香如故的故事设定堪称爽剧模板。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谭松韵是本是金枝玉叶，却因家族蒙冤惨遭灭门，被迫顶替林府家奴之女许兰香的身份，从贵女沦为3等丫鬟。在权谋与压迫的夹缝中，她凭借现代思维与坚韧性格逆袭宅斗，最终联手林锦楼、刘学义是洗刷家门冤屈。而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楼，表面是风流将军，实则为权势不择手段，甚至被书粉调侃为古装版傅慎行。两人从相杀到相爱的戏码，注定让观众直呼每帧都是高能。更令人期待的是，谭松韵首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既要演绎贵女沈嘉兰的聪慧隐忍，又要诠释丫鬟许兰香的坚韧不屈。而刘学义则从面无双的温润公子转型疯批霸总，提前2个月健身练马术的敬业态度，让粉丝直呼3届第1美男开始卷武力值了。选角瓜堪比宫斗，张新成退婚，刘学义捡漏。如果说剧情是兰香如故的骨架，那么选角瓜则是其灵魂调味剂。据爆料，该剧最初选定吴谨言出演女主，但因怀孕紧急换人，男主角则从丁禹兮、肖战、邓魏一路厮杀到张新成，后者更因与谭松韵以家人之名的兄妹 CP 热度备受期待。然而，张新成最终因档期冲突选择群星，剧组无奈转而邀请刘学义救场。这一波选角变故，不仅让网友感叹宫斗剧不如选角瓜精彩，
更让刘学义凭借面无双的热度强势接棒，成为新晋宅斗男主。桐华加黄颖香双保险，宅斗爽剧能否破圈？兰香如故的幕后阵容同样堪称豪华，编剧桐华以《长相思梦华录》等大女主爽剧奠定宅斗女王地位，导演黄颖香则凭怎敌她千娇百媚40毫展现细腻叙事能力。两位主创的强联手，让剧集在权谋线与情感线的平衡上充满想象空间。而原著《兰香园》豆瓣8.2分，全网11点击的 IP 基础，更让剧集自带爆款体质。顶流 CP 能否扛起收视？谭松韵的逆袭之战。对于谭松韵而言，《兰香如故》不仅是继《甄嬛传》锦衣之下后的又一古装力作，更是她冲击大女主的关键一役。此前，她主演的《锦心似玉罗11娘》虽口碑尚可，却始终未能突破配角光环。此次挑战重生丫鬟角色，从眼神戏到身世转折，都需精准拿捏观众情绪。而刘学义作为古装美男代表，则需摆脱面无双的温润人设，用疯批将军证明演技。两人能否擦出宅斗 CP 的火花，将是剧集破圈的关键。结语：当宅斗遇上权谋，爽才是终极答案。兰香如故的未播鲜火，不仅源于顶流阵容与选角瓜的戏精力，更在于其精准踩中宅斗加权谋加复仇的爽剧公式。在当下观众对大女主逆袭高度期待的背景下，这部剧能否凭借扎实的剧本、精湛的演技和精良的制作，成为今夏现象级爆款？或许正如原著开篇所言，清风送兰香，明月映竹韵。当命运的齿轮转动，真正的赢家永远是那些敢于掌控自己命运的人。